你叫什么名字？闸北黄大刚。今天约我出来什么事啊？我要坐你的位子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人多就会赢吗？的确是人多不一定会赢，何况领头的又是一身霸气的乌鸦。不过此时的乌鸦还不是真正的乌鸦，他在这里的名字叫做黄大刚。这是一部你没有看过的经典，剧中演员可谓是老星云集，除了刘松仁的反派角色，几位女主的颜值也相当可以。让你快快送给我一场好梦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区，一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可谓是无恶不作。虽然他们仗着有很强的财团势力，但是底层人民也不缺乏一些爱国人士。黄大刚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，自小由他的姨妈抚养长大。因为曾经的女友被富商抢走，所以他的心愿是夺回所爱。你还想着他干什么呢？啊，赚到了钱，你还怕讨不到老婆啊？姨妈的劝告就像耳边的阵风，而黄大刚也丝毫没有在意眼下的局势。要知道，一贫如洗的男人很难翻身，但是黄大刚就偏偏不信这个鬼邪。他纠集一些跟他一样的豪情人士，今晚要去抢下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地盘。小南京，你拉石头。刚哥，还有一点就拉完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小南京是黄大刚最得意的助手，也是这群人中最狠最斯文的干将。为赶时间，黄大刚并没有等他，所以导致他与男人婆发生了误会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裤子都让你拉下来，这像什么话吗？真讨厌！男人婆是姨妈唯一的爱女，也是黄大刚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妹。正是因为她的身上没有一点女人味，所以大家才把她称之为男人婆。刚哥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呀！你别忘了。放心，你等我的消息吧，男人婆。这晚雨夜，黄大刚的心情沉重，毕竟广陵集的老大人手众多，而黄大刚想要拿下此地也绝非易事。但不管怎样，他的心意已决。于是接下来的画面就出现了开头一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闸北黄大刚。今天约我出来什么事啊？我要坐你的位子。就凭你们几个。还是那句，人多不一定会赢。所以在黄大刚的带领之下，两边人马很快就在雨地乱作了一团。可就当双方打得正起劲的时候，广陵集的老大却不讲武德，他直接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黄大刚。好在黄大刚的兄弟为他挡枪，不然这个故事就要到此为止。对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十恶坏蛋，黄大刚对其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亮出自己磨得发亮的柴刀，搞定老大，剩下的小弟也全数归降。不过黄大刚的内心却没有一丝快乐，因为他一想到自己的女友南希，此刻内心就像是被针扎一般。话说这南希也是命苦，20岁的时候被家人卖给了富商，然后又误打误撞成了某夜总会的当红花旦。说是花旦，其实就是富商的玩偶。虽然黄大刚几人顺利拿下了广陵集，但是巡捕房的人马却突然杀到，对此黄大刚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里现在谁做主？我。巡捕房的金队长丝毫不给薄面，但是黄大刚这边也不敢轻易得罪，因为按照常理这是人家地头。在金队长介绍完自己以后，黄大刚突然想起了道上的规矩，大家混口饭吃，照老规矩好了。你懂什么规矩你？像黄大刚这样无帮无派的无名人士，金队长自然是打心底的看不起他。不过接下来的事情也非常好办，除了以前定下的规矩之外，黄大刚还要多出双倍的清洁费用，不然这广陵集的地盘就再无老大。你老大怎么说怎么是。爽快。上海是个大城市，讲文明，讲法治。虽然黄大刚的心里有诸多不愿，但在金队长的威慑下也无可奈何。今晚开始，黄大刚就是这里的舵主。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夙愿，即便是吃亏也要强行忍耐。正所谓成大事者而不拘小节。自从黄大刚这一战成名之后，他出入夜总会的时候也变得底气十足。但他来此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遣，而是想多见一下昔日的女友。不得不说，黄大刚还真是痴情。奈何南希已是商界大亨松哥的妻子，所以黄大刚也只能在一边静静的看着。当然，松哥对他很不待见，毕竟算起来也是自己的情敌。松哥除了在商界有着很大的名气之外，他与巡捕房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。直白一点，就是由他控制着巡捕房。都说坏人身边都是一群坏人，就比如这个号称上海老虎的家伙，他也喜欢南希，而且还毛手毛脚。不过得罪松哥的下场可不好受，所以这上海老虎刚一出门就被当街暗杀。而目睹整个过程的金队长，他却当作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为何如此？因为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。在当时那个社会的上海，很多富商都昧着良心当起了汉奸，特别是一些招摇撞骗的军阀，他们仗着手中的势力无恶不作。而这个名叫韩冰的小子来头不小，因为他是小道会的骨干成员，而小道会其实就是洪门的一个分支，在其100年前的名字叫做天地会。看过松哥出演的陈近南就能知道，那是一些专门对付卖国贼的绿林好汉。眼下韩冰带着小丽出入这个高级会所，为的就是把军阀界的汉奸就地正法。毫无疑问，松哥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不要以为满脸笑意的南希风光无限，其实他只是松哥用来谋财的一颗棋子。
说不好听就是一朵滥情的交际花。何家驹是军阀界中的一个超级汉奸，他私底下与东瀛人互相勾结，如此万恶之人当然不能留他于世。所以韩冰趁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冲进办公室里对其进行了暗杀，大快人心，真的是大快人心。不过有一点谁都没有想到，此刻南希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。就在韩冰带着小丽准备离开的一刻，好巧不巧居然碰上了男人婆，而男人婆又是出了名的3只手，所以韩冰这一追就追进了小院。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的地盘？不好意思，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才追到这里来的。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小偷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明明看见他跑这里来的，你还狡辩！小南京也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，他一言不合就与小丽开始了摩擦。可就当小南京准备动手的时候，黄大刚却一把叫住了他。对此，这也是他与韩冰第一次见面。你能打是吧？跟我打，赢得了我呢，我让你去女送。让我来。准确来讲，应该是第一次的拳脚比划。不过拳脚无敌的黄大刚更胜一筹，所以他让同样厉害的韩冰差点吃亏。举手之间，双方已经大战了数百回合。如果不是小南京发现了韩冰的身份，恐怕这黄大刚要吃不了兜着走。惹不起，韩冰是小刀会的骨干成员，黄大刚再傻也不会傻到去得罪他们。不好意思，还给你。怎么偷人家东西不好意思就算了，那还得请你吃一顿了，大姐。多什么嘴？韩冰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他见失物拿回，于是便转身离去。由此一刻，小丽的样子像要吃人。黄大刚也十分心疼自己的表妹，所以男人婆即便有再多的不对，他也仅是责骂几句后便不再计较。肚子好饿。对啊，我们也饿了。那好，吃饭吧。啊！既然韩冰与小丽是小刀会的成员，那么他俩也就肩负着很多不同寻常的任务。不过在这里要顺便夸赞一句，小丽穿中山装的样子还真是好看。安邦定国，为民请缨，是我们小刀会的宗旨。多日以后，韩冰再次接到一个任务，这次他要暗杀的人物正是松哥，因为松哥是上海商界的地痞龙头。不过在暗杀松哥的时候还有仪式，总舵主希望他们可以劫走军火，这样一来就可以挫败那些汉奸的锐气，顺便还能将军火送给国家去抵御外敌。而此次接应韩冰的是小刀会的一个乡主，这个乡主最擅长的就是长剑短刀，哪怕对方的人马在数十以上，以他身手依旧是可以全身而退。奈何乡主这次遭遇的是一些东瀛杀手，所以他在逃走的时候也身受重伤。也是够巧，这一走就走进了表妹的院里，并且在10万火急的情况之下，他将小刀会的密函交给了表妹。哇，我们要这么一个房子就发了，很容易啊，钱呢满街都是，就看你会不会捡了。南希每天除了在夜总会里卖唱，就是一直待在松哥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当然，他是非常享受此刻的生活，而松哥也是一个爱惜人才的家伙，他找黄大刚就是为了将其收编。我觉得你是个人才，如果拜我为师，跟着我混，保证你当大行。但是黄大刚一听是些违法的勾当，所以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松哥。然而黄大刚很快又改变了主意，因为松哥手里有他想要的东西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说，我要他。他想让南希回到自己的身边，岂料松哥在听完之后大发雷霆，差一点点黄大刚的小命就要交代于此。好在松哥只是在试探黄大刚的胆识，所以他在发泄过后答应了这个条件。你看你多迷人，什么男人都想要你，多好。老板，你真是胸怀大志。与此同时，表妹却实现了承诺。可当小丽见到她时很不友好，所以表妹想都没想就要转身离开。哪知小丽还在怀恨上次的遭遇，于是便抬腿一脚摁住了表妹。这个东西从哪里偷来的？什么偷啊？是你们的人叫我拿回来给你们的。你这再不说，把手扭断了啊！救命啊！等韩冰看到密函的时候大吃一惊，于是他赶紧让表妹去领回乡主。哪知表妹的家里早已巨变，姨妈和乡主双双领取了泡面，并且一些东瀛杀手还想要加害韩冰。幸亏韩冰的身手可以跟刚哥匹敌，不然带着表妹实在是有点难以脱身。事情过后，韩冰得知了一个秘密，那就是表妹原来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。韩冰不知该如何去安慰表妹，所以他只能脱下外套披在表妹的身上。妈的，谁欺负男人婆？很快黄大刚也得知了姨妈的噩耗，于是他秉着是要为姨妈报仇的决心，一定要将那些东瀛鬼子全数消灭。当天晚上，黄大刚对一个汉奸发起了偷袭，一是为了完成松哥给他交代的任务，二是为了闯出名堂提高自己的实力，三是为了在任务以后夺回南希。因此他的这次行动绝对不能失败。随后在几个好兄弟的帮忙之下，黄大刚很快就将这里的混混全数撂倒。不过凡事都有意外，而且还是很大的意外。两个重达300磅的男子实力凶猛，这让一向傲气的黄大刚措手不及。好在威猛的小南京也豁出小命，所以在几个来回之后打成了平手。当然最吃亏的还是小南京，眼看小南京就要变成对方的玩偶，那个躲在暗处的金队长终于大怒，不由分说他上来就是砰了几声。所以说关键的时候还得靠枪。黄大刚知道金队长的脾性不好，所以他愣在原地根本不敢说话。老弟，从今天开始你走狗屎运了。果不其然，松哥也信守了承诺，因为他把南希正式归还给了黄大刚，而且还是那种一点都不心痛的样子。兄弟胜手足，女人如意。
衣服。或许这就是松哥做人的宗旨。如今黄大刚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，他很快就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了一个大人物，说不好听就是与松哥狼狈为奸。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国恨家仇一直在黄大刚的脑海回旋。他很想学着韩冰那样去惩恶除奸，奈何自己早已屈身于松哥的麾下，所以他再多的想法也仅是一些空想。加上他又被此刻的名利蒙蔽双眼，所以这黄大刚的心术也越来越歪。而眼下表妹正处于懵懂时期，他对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深表期待。于是，在南希极力的劝说之下，表妹第一次穿上了花裙女装。你不认得我啦？表妹来找韩冰的目的也非常简单，她想学着电影中的人物跟韩冰表白。这还得了？小丽赶紧跳出来阻止。哎，你到底是个男的还是女的？有的时候像个小乞丐，现在像个交际花。你说什么你？眼看表妹就要拉走身边的韩冰，小丽被气得再次大吼一声。然而这并没有卵用，因为韩冰在上次说要报答表妹，所以他不想应约，也只能强行忍耐。对此，小丽感到十分的难过。而韩冰与表妹的约会也相当顺利，他俩先是去餐厅吃了一顿大餐，接着又在餐厅门口租下一辆黄包车，韩冰充当车夫，表妹坐在车上，然后在黄浦江边绕了整整10圈，这把表妹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般。送她回家，韩冰再次见到了黄大刚，不过黄大刚没有开口，小南京却抢先了一步。我就是小南京了，兄弟，你真有一手啊！果然是不打不相识啊！表妹知道小南京的话里有话，但是碍于表哥黄大刚在场，所以他想无理取闹也只能就此作罢。然而黄大刚与韩冰的对话很不愉快。我希望你不要成为我下个杀人目标。你有那个本事吗？正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所以在南希的客套之下，韩冰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。要知道现在的黄大刚已经变了，如今他的眼里只有金钱还有名利。那天晚上，小丽等了韩冰很久很久，因为她对韩冰早已产生了好感。当得知韩冰仅是陪着表妹吃饭散步，在她脸上的喜悦根本就掩饰不住。光走走而已。几天后恰逢松哥的生日，所以黄大刚给他准备了500大洋。但是轮到金队长的时候，金队长可谓是出尽了洋相。金九龄100大洋，拿错了。金九龄他又拿回去了。面对此情，金队长只能苦笑应对。本来他的职位就薪资不高，现在又忍痛奉上了500大洋，因此他赶紧让手下去想办法。不过这次的好景是真的不长。就在松哥答应给东瀛人护送军火的时候，为首的东瀛人居然开出了一个条件，他想让芳华出众的南希陪他片刻，而松哥竟毫不在意地答应了他。大刚在这里，这个时候怎么行啊？你就随便上去应付他一下吧。等黄大刚发现不对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因为此刻的南希已经上楼，准确来讲应该是主动的羊入虎口。对此，黄大刚顿时就被气到了顶点。没想到南希居然是个这样的女人。在他怒火撒向东瀛人的关键时刻，韩冰带着小丽等人也开始了行动。这次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松哥，还有松哥答应给东瀛人护送的那批军火。房间里，黄大刚依旧在凶狠出招，哪知突然冒出了一个东瀛杀手，于是他俩一战便打到了别墅之外，这让目睹一切的松哥很是恼火，所以他二话不说就让手下制止了打斗。他碰我的女人，我不会放过他，我能给你就能要回来。黄大刚这才知道松哥的狼子野心，因此他把心意横是要洗心革面，直白一点就是要与松哥断绝关系。而松哥也毫不客气地赶走了他俩。不满意就出去当小瘪三，你立刻滚！带着你的女人滚！临走前，南希居然还不肯离去，这让黄大刚的内心再次沉沦。不过他也顾不上南希是否愿意，一把抱起南希就离开了现场。韩冰此刻也在地下室里找到了军火，所以这松哥的寿宴注定是场悲剧。但是韩冰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巡捕房的金队长开枪打中了小丽，而小丽也凭借最后一点力气将其反杀。如果这次不是表妹开车来及时相救，恐怕就连韩冰的小命也要交代于此。回到家后的南希终于讲出了真相，原来黄大刚的地位全是因他而来。这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地位。说够了没有？南希无奈，她只是松哥的一颗棋子。面对黄大刚此刻的粗暴脾气，南希默不作声地回去了里屋。虽然韩冰带着小丽躲过了一劫，但小丽因伤势太重，最终而撒手人寰。祈求天地放過一雙戀人，怕發生的永遠別發生。同时离开人间的还有女主南希，她因无法面对黄大刚而举枪自杀。临别一刻，她还劝说黄大刚要为国家效力，可是黄大刚的眼里已经充满了仇恨，他发誓一定要让松哥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晃眼隔天，韩冰亲手埋葬了小丽。在原片中，小丽的样子有点吓人，所以这里就不放给大家看了。表妹在历经此事以后请求入会，但是韩冰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表妹。杀卖国贼，对付侵略我们的敌人，根本就是中国人的事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呢？很危险，回去吧。
此时的黄大刚也终于醒悟，他要凭借自己的本事来报效国家，不仅要消灭像松哥那样的坏蛋，更要铲平所有出卖国家的黑恶势力。真是难得，乌鸦居然演了一次好人。他把松哥仓库中的违禁品全数烧尽，这也导致松哥与他的仇恨越来越深。当然，此刻视金钱为大变的黄大刚早已不惧，所以在松哥准备乘坐火车离开的时候，他与韩冰两人不约而同地赶至了车站。事已至此，两帮人马合作了一团，是要将那害人的松哥绳之以法。奈何松哥仗着有东瀛杀手的保护，他仍旧在火车上面大摇大摆地喝着咖啡。片刻之后，松哥的手下被全数消灭，而黄大刚也瞅准了一个大好时机，他在火车顶上与东瀛杀手开始了对决。对方拿刀，他却赤手空拳，两人在火车顶上打得热火朝天。最终目睹一切的韩冰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于是他手提开山，立马加入了对战，并且还使出一招荒看无敌而干掉了杀手。趁这机会，黄大刚也终于找上了松哥，哪知松哥却提着一杆机枪等候多时。倘若不是黄大刚的眼尖手快，估计会被松哥的词句打成塞子。而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紧要时刻，小南京扛着炸药包冲向了松哥。然而这也仅是一个无用之举，眼看小南京给松哥白送了一颗人头，黄大刚再也听不进去韩冰的劝阻，他先是切断了装有军火的车厢，然后又凭借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，扛着炸药包与松哥进行了同归于尽。故事结尾，十恶不赦的坏蛋得以消除，韩冰也将那批军火交给了国家。此片名叫《英雄弟知晓刀会》，但是我更喜欢他之前的名字《英雄弟》，英雄泪。这是张耀扬少有的正派电影，也是刘松仁少有的反派角色。天地会总舵主跑来饰演上海黑帮大佬，这个反差怎么看都觉得很大。而剧中由阿阳饰演的黄大刚亦正亦邪，颇有一种豪情万丈的英雄气概。不知导演为何总是让他出演反派？要知道，演员被定型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。不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彭佳丽，她一身纯白色的中山装穿的英姿飒爽，第一次看到中山装穿的如此好看的美女，内惊鸿一眸，至今难忘。有没有发现松哥脸上的痘痘好大？